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饶了我，诚意拍不完的太多了，成名犹如一把利刃，既能开路，也易伤身。演艺圈一个名利场，红与不红，那是云泥之别。一旦声名鹊起，邀约如同飞絮，避之不及。近来，程毅就身处这种幸福的困扰之中。新剧刚有眉目，投资方与制片方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，仿佛主角之位，舍他其谁？看，连仙逆也慕名而来。仙逆是何方神圣？一部颇具人气的动漫，讲述修士亡灵的故事。症结也就在这，动漫风靡，亡灵一脚也水涨船高。可原著呢？说句实在话，并没那么耀眼。动漫赋予亡灵太多光环，令他在二次元世界里炙手可热。如今要改编成剧，则谁来演亡灵，成了首要难题。程毅成了不少人眼里的理想人选。演技在线，古装扮相俊朗，似乎与亡灵一角适配度极高。但是换个角度想想，就不能换个人选，给他人一个机会？漫改剧，程毅已接下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再来一部仙逆，不怕角色固有印象太深。演员也是血肉之躯，也需要变换角色，拓宽戏路。老是出演同类型人物，观众也会审美疲劳。再者，程毅的合约也即将到期，续约与否，未来之路，他理应拥有更多自主权，不能永远被古装这一标签所捆绑吧。看看钟汉良，曾是荧幕上的总裁专业户，如今都开始饰演比自己年龄小的演员的长辈了。并非说饰演长辈角色不好，而是想点明，演员若不思变通，极易被市场所抛弃，被角色所限定。30而立，对男演员而言，正值转型的黄金时期。程毅有意挑战年代剧，比如指尖生长，难道不值得我们翘首以盼吗？年代剧更能磨砺演技，更能彰显演员的底蕴。目前的问题是，观众已经习惯了程毅的古装形象。倘若他真的转变戏路，出演时装剧或是年代剧，你还会继续支持他吗？说白了，这个问题非常实际。观众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演员的走向。如果观众只认他的古装扮相，那他的转型之路势必遭遇阻碍。演员的价值不该仅仅由数据来衡量，他们也应有权去追求自身的艺术理想，去挑战不同的角色，去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我们理应给予演员更多包容与支持，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。不要将他们禁锢在单一的角色类型中，让他们失去探索的可能性。回首那些曾被我们定义过的演员，他们的结局如何？有的成功转型，重焕光彩，有的则因无法突破，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因此，我们应鼓励程毅挑战多样的角色，突破自我。纵使转型失败，至少他曾经奋斗过，尝试过。观众的挑选固然重要，但演员的挑选同样重要。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偏好，就剥夺了演员抉择的权利。与其追问程毅转型拍时装剧，你还会买账吗？不如扪心自问，我们是否愿意给予演员更多的机会，让他们去创造更多的精彩？演员的戏路转变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抉择，也是整个行业进化的一个缩影。倘若人人都只愿意看同类型的角色，那我们的影视市场定会变得愈发单一，愈发缺乏活力。因此，请予程毅更多空间，让他去寻觅专属他的道路。也请予我们自己更多期许他能带给我们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。说到底，谁也不愿看到又一个钟汉良在戏路上被观众定死，只能出演长辈。程毅的戏路应由他自己来掌舵，也应由我们来共同护航。